这只油灯上次修了一半之后就怎么也找不到了，原来是被我收在这里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或许，这就是老物件的独特魅力吧。当然，也是因为我自己喜欢。人们总把物是人非比作一种遗憾，我却不这么觉得。至少，还有一件值得留念的东西保存下来，可以证明当初那段时光的存在。哪怕只是一个玩偶，一只发卡，一枚钥匙，在特定的人心里，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。在我看来，这些老物件并不是单纯的物品，更像是一种记忆的载体，在等待有缘的归宿。只要这些东西还在，那曾真实存在过的种种，总能留下些痕迹，也算是过另一种方式，纪念着那些回不来的时间，那些回不来的人。果然还是没什么，别担心。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来找我帮忙，我当时任务走不开，所以让他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选。不过目前看来，他似乎没能找到更合适的人。其实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我投降，给我一个坦白的机会吧。我那个朋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海外工作，但他的家乡是国内著名的曲艺之乡，那里出过许多戏曲名家，还有各类民间艺术的表演班，从古到今代代相传。之前是这样，但后来离开镇子去到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那些班子也逐渐衰落了。等到这个月末，镇上的最后一个舞狮班也会在封箱演出后宣布解散了。据他所说，他们镇子的舞狮表演有独特的开场起舞，曾经风靡一时。如今最后一个舞狮班解散了，那独树一帜的起舞恐怕也要失传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那个班子连演员都凑不齐，镇上也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场演出。他希望我能替他回乡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。至少，别让舞狮班的最后一场演出，在无人在意的角落惨淡收场。我们之前说好了，等到假期就一起去国外旅行的。如果我答应朋友去帮忙，旅行计划就要等到下次休假，可下个任务结束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。你是我最重要、最在乎的人，我不想因为任何事违背对你的承诺。我也想多陪陪你，想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。可现在，
国外旅行怎么办？当然不是。我在意的不是去什么地方旅行，而是和你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哪里都无所谓。那就决定了，我们一起出发。地址他发过来了，等我们到了镇上，会有舞狮班的人来接待我们。国外的旅行，我一定会补上的，一定。都听你的。二位远道而来，实在辛苦了。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先把行李放下，休息一会儿先吧。不好意思，目前班子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。这个舞狮班还是当年我曾祖办起来的，最红火的时候有110号人，一年能接上百场演出。唉，可渐渐的，镇上的年轻人大都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发展，附近的庆典逐渐减少，老班子接连解散。现在班子里能登台的只有2、3个来帮忙的乡里街坊，说是风向演出，实际就是个仪式罢了。啊，楼导。区班主你好，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。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直接告诉我们。唉，不过是被时代抛弃的老东西，有什么可以帮的？年轻人一时心血来潮，我见得多了，还是趁早回去吧，别浪费了你们的时间。楼导，可是这样的话，风向演出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，外行人又怎么能帮到我们呢？即使没点功底，别说舞旗了，那杆旗怕是拿都拿不起来，回头忙没帮上，又伤了自己啊！别担心。您所说的舞旗，可以让我试试看吗？你讲咩话？哦，虽然我没有接受过舞狮相关的训练，但关于舞旗我了解一些动作，也观摩过演出。既然我接受了朋友的委托，就会尽我所能，帮助演出顺利完成。
如果我能舞动旗帜，说明这场演出中或许还有我能做到的事。所以，就算只能帮上一点点忙也好，请让我试试看吧。哎呀，想试就去试吧。不过那杆旗啊，10几斤重啊，可千万要记住，量力而行啊。怎么样？我也是第一次尝试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听说古代的战士会在阵前摇旗助阵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。这才刚刚开始呢。等我再熟悉一下，应该还能学会更多动作。不过这旗子是不轻，幸好前段时间的体能训练还算有点效果。这场考核，我算是通过了吗？少年人有天赋，也不能少了练习。明早6点，记得到后院出早功。真的非常抱歉，明明是我请2位过来帮忙的。我老豆佢只是对人严苛惯了，不是故意刁难你们。没错，正是因为比谁都热爱和珍惜，才会显得有些严格。不过这也是好事，能通过班主的考验，说明我们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了。那当然，出门在外可不能给你丢脸。还差得远呢，大老远来参加，总不能只会摇旗吧？明天的早功还不知道要练些什么。宣传计划。没关系，关关难过关关过嘛，我们一起，一定没问题。
下课了。啊，还好还好，跟特训比起来不算什么。哇，好香的早饭，是你做的吗？给我留着，我先去冲个澡，换个衣服，马上回来。其实我有点明白，为什么投身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最难的不是某一次训练，而是持之以恒的坚持。每天拼尽全力的练习，可能重复千百次才能看到成果。我今天学会了好几个动作呢，连区班主都夸我进步很快。有一个姿势可帅了，就是有点难，我练了好久才学会。哎，等会儿吃完饭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你怎么想的？信息差？没错，很多一夜成名，其实只是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曝光时机。哦，网络媒体。照这个思路，我们可以先设立一个网站，再利用不同平台的账号进行宣传。有了，我们可以尝试下 VR 全景拍摄。网络媒体往往是记录并传播发布者的观察视角，对于关注者而言，只是旁观别人的故事。但 VR 设备可以做到即时拍摄全景图像，可以让关注者自主观察不同角度。就算在世界的另一边，只要带上设备观看，也好像身临其境一样。但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，之前只见过一些训练课程是这样录制的。正好，我的设备放在朋友那里维护，下午让他帮忙寄过来，我们先录制一个简单的试试看。不过，这些拍摄可能会涉及一些隐私信息，还是要武士班内部同意才行。听起来我们的责任重大，等到计划成功，应该值得一顿很豪华的庆功宴吧。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做不来，所以才要靠体感设备感受一下嘛。放心，等我开始 VR 录制后，你还可以用手机拍摄一个双机位视角，剪辑一下，或许效果会更好。
怎么样，都拍到了吗？怪我动作太大，一下子跑出画面了。没关系，回头后期修一下就好了。VR 录制的影片应该也需要后期剪辑，不过你要不要先体验下出版？准备好了吗？要开始了。怎么样？没有什么不舒服吧？哎，还好吗？快缓缓。如果你愿意，当然是第一个给你看。不只是这次，以后我无论身在何地，都可以用这种方式，把我看到的美好分享给你。虽然早就知道宣传运营交给你一定没问题，但我也有点被关注人数吓到了。已经有好多人在评论区和后台询问怎么能应募志愿者，去哪里能看到封箱演出呢？按照我们的计划，感觉是时候公布演出的时间和地点了。反正志愿者负责的动作不是很难，交给我来特训一下的话，3天的时间足够了。希望这里的美好能被更多人看到。哇，已经这么熟练了吗？可至少，我们已经让它被更多人看见了，不是吗？你也说了，人们只是缺少一个认识它的机会。我们已经证明了，只要它能被人看见，就能凭借自身的魅力获得人们的喜欢。或许我们的努力只是一点点渺小的星火，但仔细想想，
它从千百年前的时光而来，正是因为不觉更替的薪火传承，才能延续至今。能够在今天遇见它，是我们的幸运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将这份幸运交递给其他欣赏它的人。就算我们的力量可能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，但我们发现并记录了它，它没有消失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。世界那么大，到处都有我们不曾了解和见过的东西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以后我们可以去更多地方寻找和探索，在各处都留下我们的星火。把未知留给未来，这样生活才总有期待嘛。不过，我们要先做好眼下的事才行。我亲自出马，当然没问题了。可惜区班主说我的基本功还不到家，不肯教我最后一招武器动作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什么只有班主才能学习的独门秘籍？所以不肯交给我这个外人呀。哇，你可不知道，他训练我的时候好凶，我可不敢。毛了！不是，是报名的人太多了。不仅有志愿者和观众，还有电视台的记者想预约拍摄和采访，以及市艺术团的武士队询问需不需要帮忙。可这样一来，我们之前准备的手工纪念品就完全不够了。活动已经宣传出去了，如果到时候大家来帮忙，发现领不到纪念品的话，好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我这个怎么不行？你快看看我这样对吗？感觉哪里打结了。唉，解不开了，那我先剪掉吧。好像还是不行。算了，我拆掉重做好了，别让人家说我们的纪念品不用心，拿残次品来充数。可是这个，这只的抚养权归我，我一定要给你缝一个最漂亮的。好啊，这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？真有意思，让我想到了小时候。有一年暑假我们在一起玩，你让我帮你缝洋娃娃的小裙子，我做的可认真了，但那个裙子太小了，还容易勾丝，一不小心就缝坏了。
你当时哭得可惨了，我想努力的补救一下，可最后不但没能缝回去，反而坏得更厉害了。后来阿姨就回来了，她带着我们2个重新去买了新的小裙子，我坚持用我的零用钱付的。只要是和你有关的事，我都会一直记得的。看，我又缝好一个了。你再不抓紧的话，可就赶不上我了。哎，夏老师来了。老师，你快看看我这个动作对不对？怎么老觉得哪儿怪别扭的？我就说你转反了，你还不信？老师，你快说说他吧。老师我可不敢当，我也是和区班主学的，就把我，当做助教好了。哦，这个动作呀，小问题，我给你示范一下，你看好了。哎呀，饶了我吧！啊，都是给新增演员准备的道具和服装，幸好赶上了。啊，先放在后院的仓库就好，这是单据和钥匙，麻烦晒，等我忙完就来找你们。这个我能证明，今天早攻的时候他都会笑了，虽然看上去怪吓人的。哎，这是？不是，你看墙角有个大宝箱。没什么，只是如果我判断的没错，这只箱子至少有100年的历史了，它很有可能从武士班创立之初就存在了。辛苦2位了，我那边实在走不开。对了，或许那个箱子里还有些旧道具能用上，我记得。还没给你们展示过呢，这箱子装着的可都是我老豆嘅寶貝啊！當然沒關係，不過可能跟你們想象的寶貝不太一樣。
这里头最老的东西，得是我曾祖那时候传下来的了。没错，这是我老豆小时候和祖父曾祖的合影，大概得是50年前了吧。箱子里还有这么多锦旗，是参加比赛获得的吗？早年镇上穷，很多街坊朋友家里过节过寿，武士班都是免费上门表演，只图个喜庆热闹。那时候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回礼，就亲手做一面旗子表示信。班子里有过那么多弟子，总有人选择离开，但逢年过节还会寄来一些问候的书信。还有角落里的那些道具，少说也有几十年历史了。我一会儿得好好看看还能不能用了。我曾经很不理解楼导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。对我而言，武士班只是个谋生的工作，干不下去就换一个。可对于那些将一生奉献给同一项事业的人，这谈何容易？没了前路，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当时楼导要解散班子，我先是觉得轻松，可看到他心灰意冷的模样，又觉得不应该这样结束。屈家班子传承至今，是几代人的心血，就算终究要画上句点，也应该是完满的，了无遗憾的。所以，真的非常感谢两位，如果没有你们帮忙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对你说过，我并不觉得物是人非是一种遗憾。时间滚滚向前，不会为任何人停滞，生命中的经历终会转化为过去的记忆。如果能以物品作为媒介，将这份记忆延长，无论对今人还是后人，都是一种眷顾和幸运。就像今天的我们，即便并没有见证过武士班当年的故事，却可以通过这些物品与他们相逢。他们曾真实经历的种种被妥善安放，并未被抛弃，并未被遗忘。这些看似一文不值的旧物，就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。而它们存在的意义也并非一成不变，比如今天，就即将因为我们而改变。假如我们没有来到这里，武士班或许会无声无息地解散。当事人再看到这些物品，只会想到最后无人问津的落幕，它所承载的记忆就会变为永恒的遗憾。但我们已经改变了既定的结局。之后的人们看到这些旧物，只会想到武士班众志成城的热烈谢幕。所以你看，同样的东西，却因为我们的出现而拥有了不同的意义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但未来还在我们手里。就算是最后一次也好，就让我们轰轰烈烈的热闹一场吧。
传统节日礼炮16响，这是烟花吗？可这样一来，你是不是就没有办北街看开场演出了？最信任的人选，我也会第一个想到你。当然好啊，你也要注意安全，别着急。反正游街巡演有好长一段路呢，我等你。别不开心啊，我们的日子还长，以后一定还有很多机会的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这样还挺浪漫的呢。我们看似在长街的两端，但我敲击的磬鼓你能听到，你点燃的烟花我能看见。我们配合着节奏，共享着时间，最终在同一时分奔赴对方所在的方向。虽然有短暂的分别，又何尝不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重逢呢？那我先走了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重逢吧。我一定会先找到你的。找到你了。既然说好了重逢，我就一定会来的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一眼就看见了。非要解释的话，或许是出自一种被吸引的本能吧。我的直觉可以感应到你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能来到你身边。或许这是只存在于你我之间的特殊定理。等回到家，就用我们两人的名字为它命名吧。开场的演出，我架好 VR 设备录下来了。虽然练习时已经给你展示了很多次，但今晚的演出版本还是想让你看到。我特地选在磬鼓旁边，是最好的观众视角。不过设备来不及移过来，一会儿的正式表演，你可要自己认真看哦。
那就说好了，好好看着我。那我们一起。没关系的，游街巡演，我不负责重要的动作，只要观察维护下四周的秩序就好了。这又是一个我们共同见证的美好奇迹。没有什么是应该被时代抛弃的。舞狮在人们眼中依旧是欢聚和庆典的象征。舞狮般存在的痕迹，也会永远留在今夜这些经历者的记忆中。而且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刚才区班主说，他会重新考虑运营模式。或许有朝一日，舞狮班还会重建起来。我马上就回来。找到你了。是我，在忙吗？没有打扰你工作吧？哦，没什么急事，只是迫不及待的想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。还记得舞狮班计划重建的事吗？现在已经开始了。之前的封箱演出上了当地新闻，再加上有我们在网上宣传，收获了很多关注。其实不止素烟镇，附近几个乡镇的舞狮班也面临着人手不足、即将解散的难题。现在他们准备联合成一个新团体，不仅能凑齐人手，还可以覆盖更多地区的表演工作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完成的不止那最后一场演出，现在和未来也都会留下我们的痕迹。果然，和喜欢的人分享快乐会加倍幸福。我刚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，就马上来告诉你了。真好啊，好像经历了重生一样。不知道我们还能帮上什么？新的宣传计划？对啊，我们虽然已经回来了，还是可以继续帮忙宣传呀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继续更新了。那可是我们一期结果，放弃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等到开箱演出，我们再一起去。当然，只是作为游客，尽情享受属于我们的旅程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镇外有个专供情侣祈福请愿的湖中寺，上次我们行程太忙没来得及去，这次可以补上。至于我的愿望，当然是与你有关。等到了那里，我再慢慢告诉你。那一言为定，我这边整理一下，就去接你下班，一会儿见。